各位朋友，伟人曾经说过，党的媒体必须得是人民的喉舌，脱离了人民群众，那这个立场就可疑了。最近呢，劳 A 的美国斩杀线理论呢，在互联网上爆火。中国的一个党媒叫浙江宣传，他呢写了一篇文章批判劳 A， 然后呢惹得中国的网友都怒了。这回浙江宣传算是大翻车了。这个劳 A 的事情出来以后呢，有好多的粉丝啊，就是私信我问我啊，说豪哥，这个劳 A 说的是真的吗？美国现在真的是这么可怕吗？你以前怎么不多给我们说说这些事儿呢？朋友们，是这样啊，这个术业有专攻，说劳 A 他接触的那个阶层，你像平时我是肯定是接触不到的，我也从来没有这个在美国的学校里留过学呀，然后去餐馆里打过工啊，然后跟那些贫民窟的流浪汉接触啊，避之而又不及呀，可以说是我这是属于在美国十指不沾阳春水，不知道底层民众的真正的苦难的人。这点我要检讨，朋友们啊，不是没有接触，而是接触的不深啊。只有像劳 A 能够身临其境的接触美国的这些底层人民，他甚至都能够去收高达去。你像这个，我肯定是说不出来的呀。不过，就浙江宣传批劳 A。用三通一达污名化所谓的中国的女留学生这个事儿，我是有发言权的我的老粉丝都知道啊，我在出道7、8年前，我就劝我的粉丝们，我说你让你的孩子呀，你美国留学呀，没啥必要了。说实在的，如果是你想让他们出来留学，一定要等他们在中国把本科上完，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已经基本定型了，你再把他送到美国来。因为如果你把这孩子在初中高中送到美国来的话呢，你就会永远失去他，而且呢他会变得你根本就不认识了。我的老粉丝都知道啊，我在若干年前的时候我就老给大伙说，我说我拿我身边朋友的一个女儿举例子，高中这个毕业到美国来上预科上大学，最开始的时候一个青春靓丽的一个女孩子，结果呢没过个1、2年，然后呢就给我说在那个美国就变成了极优家了各色人种的男朋友，光我知道的那不下20个。你说劳 A 说的这些现象有，那肯定有啊，我身边就有很多呀，包括什么陪读妈妈的事情，那见多了美国有专门的华人的小三社区啊，那身边不有的是吗？跟走马灯似的，这个跟那个5色灯泡似的，天天换那这肯定是真的呀，朋友们。浙江宣传显然他们就脱离了群众了。浙江宣传是怎么说的呀？浙江宣传说，少数人为了流量，将极少数留学生的不良行为标签化，用三通一达、捞钱等具有侮辱性的词汇对中国留学生群体进行污名化，挑动网友之间的对立情绪，形成非理性的认知。可问题是，劳 A 也没说所有的留学生都三通一达呀，对吧？劳 A 也自己说的是个别的留学生啊，说实在的，这也不算个别吧，我就告诉大家吧，你用少数应该是比较精确的。放开了自我的这个中国女留学生，这个数量还真不少，我告诉大家，所以他就脱离了群众遭到了中国的网友的痛批这位
朋友就说了，浙江宣传啊，说这个有个屁用啊！现在浙江有无数权贵富豪们正在家里边焦头烂额的审问自己的老婆、情人和女人，有无数人正在家里边逼着去这个做体检，无数留学生一遍遍的向父母家人解释，我没飞叶子啊，这个我丁克，我不想要小孩，我不是被玩烂了，生不了了。以后留过学的人不要给我家孩子介绍，无数父母已经叫停了，孩子的留学计划，是吧？劳 A 啊，一剂平 A 就打出了群体性的七伤拳的效果，把大量的中上层家庭打出了内伤，战斗力恐怖，这是网友的评价啊。浙江的党政干部有很大部分是儿女留学的，浙江的有钱人很大部分是都出去留学的，浙江的中产较大比例的儿女也被送出去留学了看到了吗？整个的浙江富人中上层都急了，所以说浙江的党媒出来批判劳 A 了起到了反效果啊。说浙江宣传的小编开始共情了吧？你的女儿是不是也出去留学了吧？这位说，哎呀，这个浙江宣传这半年来呀，这个老是翻车呀，是咋地呀？好吧，网上流传着一幅图，对劳 A 描述的现象呢，可以说是进行了深入灵魂的这种解读吧。也确实橘生淮南和橘生淮北完全气质都不一样了这个图就比较抽象了各位。加拿大的陪读妈妈也出来实锤证实了劳 A 的所言都是属实的。有不少陪读妈妈私生活乱的离谱，换男友跟换衣服似的老公在家里守着，这边早已另寻新欢还有一位陪读妈妈说身边有5个男朋友，老公在国内这太普遍了，这种现象那有人说这是图的什么呢？这个中国的富人是吧？那玩的花呗，是吧？你以为她老公在国内不玩吗？大伙儿都玩就算了吧，各玩各的嘛。好吧。也加拿大的一个母亲含泪控诉，10岁的女儿在加拿大上学，学会了吸毒努力了很多年，想要帮女儿戒，可是加拿大法律有一个自愿的原则，母亲不能要求孩子去戒好吧。其实劳 A 说的这些现象呢，是在美国呢还是一个比较底层普遍的一个现象。斩杀线这东西在美国的确是真实存在的，一点都不假，朋友们看了吗？高志凯就力挺劳 A。我跟这个劳 A 先生这个探讨的时候，我提了一个概念，我说美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斩杀线呢。第一个，当美国的白人进入到美国的时候，他的斩杀线是杀谁的？他是杀印第安人的。据说在北美印第安人多的时候有1个亿现在只有几百万了，只剩下几%的印第安人都被他们给杀了，这是斩杀线吧？那就是比如说16世纪、17世纪、18世纪19世纪，美国人杀印第安人，这个斩杀线是非常的清楚的。美国人说，一个死的印第安人才是一个好的印第安人。那他把印第安人给杀了，抢了人家的土地，他又不愿意干活，那怎么办呢？他到非洲去抓黑人当奴隶这又是一道斩杀线吧？他把奴隶当牲口把奴隶就是变成他们发泄的对象，没有人权，奴隶不是一个人奴隶是一个畜生这就是美国的斩杀线吧？那你说林肯不是打了内战了吗？不是废除了奴隶制？确实他从法律上来说废除了奴隶制，奴隶都独立了，都自由了，但是
对于黑人的歧视根深蒂固，美国的一条最深的、最厉害的斩杀线还是针对黑人的。那后来呢？你比如说，为什么最近几十年，尤其是特朗普所谓的那些红脖子，他现在嚷嚷着，他说我们原来白人都是至上的，怎么现在我们白人都失业了，白人都流离失所了，白人都去吸毒了，等等等等。哎呀，我们白人变成斩杀线的对象了。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从70年代开始，他就背弃了自己的所谓的这个制造业的传统了。美国人想赚快钱，他想通过金融啊发财发得快，他不想认认真真的去劳动，所以他这个斩杀线又变了，他是变着黑人为主啊，印第安人都被他杀了没了，很少有印第安人了。然后呢，拉裔人也是他的斩杀线的对象。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处于边缘地带的、没有经过良好教育的，或者有一些特殊毛病的一些白人也变成他的斩杀线。所以我觉得斩杀线绝对不是抹黑美国，斩杀线是真正的体现了美国社会存在的根深蒂固的问题。当然有些人说美国问题这么严重，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很多人还想去美国呢？是的，很多人想去美国，原因好多我们不展开谈啊。但是斩杀线它反映的是美国现在真实存在的问题，而且如果你用我高志凯的分析的话，在不同的时间段，美国的斩杀线是针对不同的人的。那么我们要分析一下，在21世纪的今天，美国的斩杀线是针对什么人呢？特朗普现在所做的斩杀线，你看他从美国国内又斩到海外去了。比如说他去斩委内瑞拉，他就要去掠夺委内瑞拉的石油，他说委内瑞拉的石油是我美国的，我来决定卖给谁，我来决定这个价格等等。他就是把委内瑞拉的人民当作是斩杀线的对象了。当美国说加拿大你必须成为我美国的51个州，他是要把加拿大的人民变成他的斩杀对象啊。所以你看到没有，他国内的斩杀线又现在跑到了一个帝国主义的一种方式，杀到世界各地去了啊。这个不是抹黑美国，这实际上是一种对于美国具体存在的问题的客观的陈述。高志凯先生把这个劳 A 的斩杀线升华了一下，果然是大教授啊。当然并不是说我完全都同意劳 A 的所有的理论啊，但是劳 A 说的美国的斩杀线是我可以证实是真实的。朋友们，就比如说也有粉丝问我，劳 A 说他跟罗翔之间的争论啊，你给我们讲讲吧。其实呢，这个罗翔呢就是说就是武松杀嫂把那个潘金莲给干了，是吧？这个罗翔的意思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啊，他的嫂子虽然是奸夫淫妇啊，但是呢这个在生命面前人人平等嘛，那个武松也应该受法律的惩罚。那劳 A 呢又提出个新理论来说，这个奸夫淫妇的命和忠臣孝子的命，那能是一个价值吗？好多人也就追捧这个观念，那当然不能是一个价值了，对吧？奸夫淫妇怎么能跟忠臣孝子的命相提并论呢？其实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也不是说就是罗翔说的这个这个到底是正不正确，但是我认为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呢，还是得要有一个判定标准的，那就是法律。咱们先不提这个生命是不是平等的，对吧？但是法律必然得有一个客观的判定因素。那谁来判断他是不是忠臣孝子还是奸夫淫妇啊？你得有一条客观的法律来判断，对吧？这事儿你不能让这个带着意识形态的这个政府去判断每个人生命的价值吧，那肯定要有一条法律嘛。所以在这一条上我认为这个罗翔呢，是因为他是法律工作者嘛，是比较客观的而那个劳 A 呢就有点情绪化。除了这个些小瑕疵以外，对吧？我个人呢是非常的认同劳 A 说的美国的这个现状的，就是如此，没有错。各位朋友们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